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自己的电脑刚刚升级完 Win11，还有之前预购的 Horizon 5也可以玩了。原本想要假日好好休息体验一下，不过脸书更名的消息让我想要在今天跟大家好好聊聊 Metaverse 这个话题。除了炒股之外，还差什么？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正题吧。我聊过10年内1级玩家的云端运算概念可能会是一个选项。加上最近的 HTC 股价又在波动，那很多人会觉得这跟 Metaverse 有点关系。一如往常，由于我非软体专业，我会从硬体规格的角度来切入，探讨人与产品之间的互动对应关系。我听到这个名词与叙述之后，我第一个想法是 VR 这个东西讲了很久了，但目前其实没有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。那这次讲了一个听不懂，感觉好像很厉害的 Metaverse。那有多了什么？未来还缺什么东西，我们才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境界？首先，很多人机界面的互动模式其实是很难改变的，如同大尺寸的萤幕再怎么便宜也没办法取代投影机，如同耳机的音质再怎么好也没办法取代音响喇叭。所以 VR 眼镜不管再怎么轻，再怎么舒服，画质再怎么的好，它永远不会取代萤幕，毕竟接触式与非接触式本来就不是相同的产品，更何况两者还是携带式与固定式设备的差距，是无法互相取代的。那除了人与产品之间的互动关系，其实在硬体规格上也相去甚远。同一个时代下，无线网络再怎么快，它都不应该会比有线网络快。笔记型电脑也不应该会比桌上型的电脑来得快。看看现在的产品规格 ，HTC 最入门的 VR 眼镜是 16x1600 的解析度，号称双眼 3.2K， 但实际上你双眼不可能显示完全不同的画面，那样子绝对会头晕。高阶版本是 2448x2448， 它也不会是真正的 5K 解析度。更新率的部分，低阶版是 75Hz， 高阶版是 120Hz。看看现在的萤幕 4K 都可以到 144Hz， 1080p 360Hz 也是常规，不是罕见的规格。VR 的性能会受限于携带式，显示效果还是没办法全方面的超越萤幕的效果，毕竟它终究是要戴在头上。如果要做无线，那耗电与传输延迟那更会是一个问题。除了界面与性能规格上，还有对外网络的部分，也就是云端运算中心化的概念。那这个我之前影片讲过，我快速带过。网络的速度是远远不及电脑内部记忆体频宽的速度的。网络要像 HBM2 这样1秒 1000GB， 我想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路要走，而且到时候记忆体一定会更快。快速运算成千上万的玩家的对应关系，一定要在超级电脑之中先行运算完毕，网络只能传送自己的讯号与自己该收到的讯号，这样才是比较实际的。那讲完这样子的问题之后，接下来要聊聊 Metaverse 的发展愿景。那我们近代的网络云端的发展，虚拟世界的产值它一定是会越来越高的，尤其在娱乐的方面已经看到了成品。刺客教条它已经建立了好多个有特色的虚拟世界了，而且很大。那如果这个世界越来越精细，那它终将会在某个时间点带来一个突破点。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在维京纪元乘船骂政府，你也可以在埃及起源的金字塔跟网友谈心诉苦，配对成功瞬间移动到虚拟电影院去看影集甚至聊天。最后发现对方的性别与现实之中游戏相反。那坦白说，这些游戏模式我觉得都被一级玩家给带歪了。我不认为这东西一定要戴着 VR 眼镜，看着萤幕与麦克风喇叭，我觉得就可以做到了。疫情已经让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可以透过远端会议来解决。目前差最多的，我觉得应该就是把手的部分。现今的键盘、滑鼠等等的输入装置，很多事情是没办法转化在虚拟世界中的。如同我们在公司开会，老板常常投影片看一看就跑过去白板画东西，那我在虚拟实境岂不是又要带一个绘图板才可以开会了？然后平常无线又要充电又占空间，除非我们可以像特效电影这样子，光靠镜头扫描就可以将我们手指的每个位置精确的转移到虚拟分身，
还不用穿特制的点点衣服，那我们的上半身才可以解放。那至于下半身，我想很多人想坐着玩电脑，那应该就算了。总之，我觉得最欠缺的就是人机互动这方面的装置。我们人类社会习惯了键盘滑鼠，后来习惯了多点触控的智慧型手机。在未来虚拟分身的需求下，如何将脸部表情与肢体动作转化到虚拟分身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比云端运算来得更加的重要。看看现在昔日股王 HTC 因为元宇宙的股价涨了好大一波，虚拟世界的产值是不可忽视的。那你想象中的未来世界的游戏真的会像一级玩家这样子吗？以上是我对于元宇宙的文章，再加上自己的认知所写的讲稿，那是基于硬体与人机互动而成。那如果任何想要讨论的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的钱应该会先去买硬体拍相给大家看，没有心力炒股。那祝福大家都有闲钱可以买股票。那我是 Horace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